我们呢带大家先领先台服一些版本，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服未来会推出的一些角色，并且你可以由未来会推出的这些角色当中去自己决定要抽什么角色，并且跟什么角色来做搭配。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尔南。最近呢，我推出了一些排球少年 Fly High 的影片哦。我发现呢，有很多人会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说，我抽到那个谁谁谁，未来这个角色能不能够用啊？或者这个角色是不是没料，我要不要把账号砍掉啊？或者是我已经抽了这个角色了，那我要不要再把资源花在那一池啊？或我未来呢想要抽什么角色配上什么角色，这样子配可以吗？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问题呢，我们呢带大家先领先台服一些版本，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服未来会推出的一些角色，并且你可以由未来会推出的这些角色当中去自己决定要抽什么角色，并且跟什么角色来做搭配。相信呢，大家应该都已经听到官方公布的消息了，说下一支的角色池会推出的就是西谷系这支角色。按照日服推出角色的顺序来说，在月岛加影山这一池结束之后，接下来的就会是西谷系。西谷系结束之后，就会轮到东风的 UP 池。东风 UP 池完之后呢，再来就会轮到我们可爱的小猫咪，就是孤爪炎魔。它会出的是队服版本的孤爪炎魔，这只也是到时候必抽的一个二传手。那再来呢，炎魔当时在推出的时候还同样加上了练习服的黑尾，还得是你呀 Fly High 官方还给我把人气角色出个练习服哦 ，YYDS 这个操作有料。那么在这个池结束之后呢，它的意图也非常的明显了哦，就是希望你呢可以来组鹰居队，所以呢，它接下来又马上推出了夜久卫辅的队服版，再加上灰羽利耶夫的 UP 池哦。这一池结束之后呢，才轮到现在的练习服的吉川彻这支角色，这大概就是日服的出角顺序。那这当中呢，其实还是有去多一些 SR 的其他学校的角色，比如说像是犬冈走啊，或者是手白球彦啊等等这些角色哦，这些都是呢，它随着这些新角色推出之后呢，再补上的一些角色啊，包括之后呢，台服这边呢，应该也是会再出这一个 SR 的三口中。这个也是一个发球非常强的一个球员，所以蛮推荐大家到时候有 SR 的这一支是可以放上场的，而且他跟月岛也是有羁绊的。那么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呢，就不针对任何穿着练习服的角色，包括练习服的影山、练习服的吉川、练习服的黑尾来做讨论，因为这几个角色呢，基本上都是之后一定会被汰换掉的角色，除非营运大发慈悲，突然改动，把这些角色突然穿上了队服，那到时候再说哦。但现在看来呢，基本上按照这个游戏的练财程度，它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不予以讨论。那首先就要跟大家提到关于这个羁绊能力。那前几天呢，有一些人也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问我说，那个羁绊有开没开，真的会差很多吗？我怎么感觉好像数值加不多，其实还好。如果你也会这样想的话，那我可以跟你讲，前期可能真的还好，可是后期羁绊的等级一起来，差距会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首先就用田中来做个举例。好，田中角穗哥，我们首先看一下他基本的羁绊有哪一些哦。第一个是他跟山本猛虎的这个羁绊，他本身的能力呢是加上强打的这个数值哦。那我们首先先用5级的来看就好，强打加15，再加5%。好，再来呢是节子同学守护协会这个能力加成的士气能力加成的这个我们就先不管它。再来是乌野2年生这个能力加成，田中龙之介一样是加强打，所以这样一来一回就是强打加30，再加上10%。那它的能力加成会兑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角色本身的育成能力。好，你可以从呢点进去角色里面之后，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参数，参数右边这个地方有一个详细，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角色它的数值是多少。我们从这里面来看到这个角色的初始的强打数值是680，680这个数字加上30
再加上10%，这样一来一回就是90，就是100哦。那你说羁绊到底有没有差？只要有眼睛的看下去就会知道，它差非常非常的多哦。好，讲完了羁绊系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带大家未来试一下，来看看哪一些角色现在台服已经推出或预计推出，并且在之后可以跟其他最新推出的角色再形成羁绊的强力角色。你可能会说，这个角色现在抽到感觉好像没什么用，可是其实它之后会变成一个超级大黑马。在这边我们就来跟各位呢一一的来分享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大奖中的大奖就是东风学长哦。之前有看我的影片都会知道，我非常非常的推东风这只角色，这角色真的跟鬼一样。那它到底是鬼在什么地方呢？来，首先我们就直接来看看它的羁绊能力有哪一些哦。第一个，乌野3年生，这个羁绊好不好获得呢？非常好获得，对吧？比如说泽村大地登陆7天就送，还有菅原孝之、菅原妈妈是33块就可以有了，甚至你有时候搞不好不用花钱，随便抽都抽得到。那再来就是除了东风本身比较难抽之外，其他都是非常非常好获得的哦。那它的羁绊效果呢是属于场上羁绊，这个场上羁绊呢，它的能力是属于特殊的能力加成，而不是单单只有数值的能力加成哦。强打还有速攻的时候，它的这个技能消耗体力是10%下降哦，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羁绊效果。那除了这个羁绊效果之外呢，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它跟接下来即将推出的溪谷系它的羁绊，它的羁绊也是属于一种特殊的羁绊，会加成的是它的攻击技术和守备技术哦，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场上羁绊。那这几只角色呢，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容易派到场上的一些角色，所以你要组乌野队，如果你有东风，如果你有溪谷，基本上这个就是现在 T0 的存在。再来呢，最后一个，如果你可以拿到这个白毛仔，也就是我们的青根，它本身又会有一个永久的能力加成，所以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强势哦。那它呢，目前是只有3个羁绊的角色。好，再来要介绍的下一只呢，就是田中缴税哥。那田中缴税哥呢，相比于东风学长呢，他的羁绊呢就稍显弱了一点，只有一些基本的能力加成而已哦。包括我们前面带大家讲到的这一个跟溪谷还有原夏利的羁绊，这几个角色呢基本上都不算太难拿，溪谷也是一个必抽的角色哦。那再来呢是跟三本猛虎的羁绊，那三本猛虎的羁绊是永久的能力加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跟溪谷系本身的羁绊啦，节子同学守护协会哦。它是让你的得分的时候，队伍的士气可以再次增加，所以相比于东风学长呢，田中缴税哥呢，他的羁绊能力呢就稍微逊色一点，不过严格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角色哦。好，那再来下一个，虽然呢溪谷系这个角色还没有推出哦，但是呢他已经是势在必得，因为台服已经公布要推出这个角色了嘛，所以呢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呢一并来做介绍。那溪谷这一支角色呢是 T0 中的 T0 哦，到时候出的时候基本上你是必抽的。你有没有时候你发现怎么后边那个自由球员那个傻逼球每次都接不起来，永远都是 bad， 要不然就是没接到，对不对？抽到这一支基本上你完全不会有这个困扰，这个角色超级强势。好，首先乌野2年生的第一个羁绊，这几支不用在场上，你只要有它本身的拖球能力呢就会有加成。再来呢是跟田中的这个场上羁绊哦，就是我们的士气提升。那再来呢，最重要的就是他跟东风学长哦，这可以说是一个绝配的羁绊哦。你如果有乌野队的话，这支一定要跟东风学长一起同时上场，这个能力会差非常非常的多哦。这个角色是目前日服里面唯3个角色里面呢有4个羁绊的角色。他呢在跟夜久卫辅这个角色抽到之后呢，他又会有一个增加接球能力的这个羁绊哦，所以我非常的推荐大家一定务必要抽溪谷系这个自由球员。好，那除了溪谷之外呢，我们刚刚说唯3嘛，所以下一支有4个羁绊的呢，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每天打满任务，你一定会获得的日向翔阳。那日向翔阳这个角色其实比较特殊啊，他的羁绊全部都是属于永久增加的，不需要上场的羁绊哦。我也不知道这日向翔阳在搞啥，他到底是乌野队的还是英居队的哦？他所有的羁绊几乎都是跟英居队一起的哦。比如说像犬纲走哦，接球能力增加；比如说像研磨，这个可以理解啊，就是速攻能力增加。然后还有灰羽利耶夫哦，这个一样也是这个能力增加。灰羽利耶夫呢也很特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最后一个
就是跟我们的白毛哥，它可以增加拦网能力哦。但是呢，这个比较特殊一点是，如果呢你跟这个日向翔阳呢都抽到的话呢，日向翔阳是不会有能力加成的，所以它的这个羁绊呢，单纯只是给到青根高升而已哦。所以日向翔阳本身不会有能力加成，所以这也是一个蛮诡异的角色。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之它因为比较好取得，所以我还是蛮建议大家一定要取得日向翔阳这个角色的。那这个是第2支有4个羁绊的角色。那再来呢，最后一支就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非常推荐的角色，也就是灰羽利耶夫。那灰羽利耶夫呢，刚刚前面大家都有看到他的羁绊，第一个是跟日向翔阳的，那这个也是不用上场的就可以发动的羁绊。那再来呢，是跟研磨可以发动的拦网能力。那研磨自己本身是没有能力加成的啦。灰羽利耶夫他毕竟也是一个拦网手，所以他的拦网能力呢也是非常强的。再有这个加成之下就会更强。那再来呢，还有下一个就是英居一年生，这个羁绊老实说它是没有什么用的啦，因为手白球员这个角色呢，你也不一定真的会派上场哦。下一个这个上场羁绊呢，那就是跟夜久卫辅的羁绊了。那这个羁绊非常的强哦，它速攻本身有能力加成之外呢，然后夜久卫辅的接球能力也会增加，所以呢，你如果想要组英居队的话呢，这个角色是非常强的。夜久卫辅也是一个你必抽的角色。那我是建议大家能开羁绊就开羁绊，能力值会差非常的多。好，再来这个也是很多人会在我的影片当中或实况当中问我的，说我抽到了二口强不强？我抽到了白毛仔青根强不强？我抽到了黄金川到底强不强哦？所以我们就来稍微讲解一下关于这个伊达宫到底强还是不强哦。伊达宫呢，我可以跟大家讲非常强，可是条件非常严苛，你必须要刚好靠赛用阳寿抽到特定的那几只为4的伊达宫的 SSR 角色，你才能完整把这个队伍的能力发挥出来。记得缺一个都不可。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我们的组队系统里面呢，有一个系统叫做学校羁绊。那这个学校羁绊呢，是要同时有4名球员在场上，他才能够发动这个学校羁绊。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有3名球员在场上，那是没有意义的，他是不会发动这个学校羁绊的。那伊达宫目前比较能够拿得出来的角色，也就4只。哪4只呢？青根高升、二口监制跟黄金川贵志，还有最后一个噬骨五人，这4只 SSR 的角色。但是噬骨五人这角色其实不算是特别强，他只是为了凑伊达宫这个队伍羁绊而用出来的角色而已哦，所以就是一个路人跑龙套用的啦。那么我们来看看关于伊达宫他的羁绊有哪一些哦。他的羁绊可以说是所有的角色里面最强的羁绊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永久型的羁绊，就是伊达宫新旧主将哦。那这个基本上你只要有抽到茂庭耀这角色，它就可以发动这个强打永久的加成，而且它只针对二口监制来做加成，所以茂庭耀你只要抽到就好，把它点高就好，这角色基本上是不用上场的。再来呢是这个最重要的羁绊，也就是我们的白毛仔跟二口监制。这个羁绊非常的变态，变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青根高升和二口监制同时在场上做拦网的时候呢，它会增加180%的拦网能力，而且还会有2枚拦网。然后呢，它可以把对手 debuff， 把对方的强打和速攻下降 10%， 所以非常的强，它是所有的羁绊里面目前最强的一个羁绊。除了刚刚这个最强的羁绊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哦。黄金川这里可以让前卫的拦网再增加能力的，好，然后再加上呢黄金川跟茂庭耀的这个永久的羁绊，那大家可以看到都是针对这几个主要的角色来做加成哦。那这个伊达宫的这个上场羁绊呢，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你真的不太可能会派小元锋上场就是了啦。哦，所以呢，这噬骨人他的羁绊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无视的。哦，但是为了凑齐队伍羁绊呢，你还是必须要放这个不上不下的角色出来哦。伊达宫你要强，你真的要刚刚好抽到这4只。才真的会强，他的所有的羁绊几乎都是在增加拦网能力的哦，所以这队伍呢，我可以说他的拦网能力是真的非常的强，非常的符合原作啊。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抽到了其中一只伊达宫的角色，那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只有1只，你就先放着。那如果你有2只呢，有3只呢，那如果未来再出 UP 池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再拼个第3只或第4只。那这大概就是呢，目前台服所有推出的角色里面呢，可以有的羁绊了。那你说，你今天怎么没有讲到青叶晨曦？各位看一下青叶晨曦的羁绊页，全部都是垃圾。所以我在这边呢，可以先跟大家讲。未来呢，你就算出了练习服的黑尾，
就算出了练习服的吉川，基本上呢，这几个角色都不用花资源去抽，全都是垃圾。在这边呢，也要 diss 一下官方哦，拜托不要再把人气角色出练习服了，这设计真的很白痴。出练习服的角色想要用人气角色来赚钱，这个我绝对可以理解。但是我都花了钱了，我好不容易跨越保底抽到了我要的人气角色，结果你居然没有给我半个羁绊，还让我跟练习服的角色去开羁绊，到底是三小？好啦，不喷了啦，至少呢，官方我相信呢，还是有诚意，听到我们玩家的声音，还是有可能会改变的。好了，那今天这部影片呢，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呢，我认为呢，目前比较强势的角色，所以不要再问我抽到哪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未来有没有料了，自己去看这个羁绊表。那这个羁绊表呢，同样的我也会放在影片的下方连结，大家可以点进去，自己去看哪些角色呢，它到底未来有没有前途，能不能培养。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所有的内容啦，感谢大家，大家拜拜。